都说广东是打工人的修罗场，东莞、佛山有打不完的工，广州、深圳有买不起的房。但翻开地图，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县城——惠州的博罗县。它就在珠三角的黄金 C 位，紧邻广州、东莞，享受着大湾区的繁华与便捷，却不必承受高昂的物价。那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个进可都市繁华，退可小城安逸的地方，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活？哦，对，按入住。哎，东西掉了。406，这个房间啊，订的60几块钱的房间，然后给升级到了100多的大床房，还是挺宽敞的，60几块钱，很通风啊。这个酒店就修在居民楼里的，夏天阴了一点，出来走一下，有一条小河沟，应该也是东江的支流吧。其实这边的环境的话还是挺好的。一路走过来，我发现这里有很多人在打牌哎，好像来到了成都一样。本来我们就是博业志愿者那里一般人做的，现在人民公园搞装修去不了，现在我一个人来这里做。会有什么补贴吗？没有，就完全是自愿的。完全自愿的，自愿服务啊，为人民服务啊。去邊度玩啊？公主房。一人錢吧？是免费。係，哎，你錢嘛？哎，好，長毛長啊。冇條。现在这里呢，就是博罗的老城区解放东路，这里算是罗阳的老城区比较中心一点的位置了，住的人还是蛮多的。本来想要去东江边的，但是现在去不了了，因为这边江边都在修路，都围起来了。哦，也是在这边工作吗？哎，为什么会在这边呢？因为我感觉在东莞和深圳的比较多耶。全部的外地人在这里。这个单位的，这个单位的。1楼。这个太差了，这个房子住不了2年就垮下来了。多少钱一个月呀？一个300。300。然后太黑了，这个房子。白天要开灯。上面还有2间房。这是一个卧室哈。咦，还是有这么宽的哈。看了觉得不好了，太黑了。是有一点黑。这楼上是什么呀？上面有2个房间。有2个房间。我这2个人在这里住。那你们在这边是做什么的？都搞建筑的。收入还可以吧？不是，现在工越来越少了。我来了2个月，做了几天工。然后以前呢，差不多以前天天有事做。以前天天有事做，现在没有了。这是没办法了，要回老家了。要回老家了。
从老城的巷子里面出来了，现在上面呢有一家这边特别出名的早茶店，确实这个人要比那个周末的时候少很多。点了哈。嗯。今天点的这个粥是瘦肉枸杞粥，它就是把枸杞叶和瘦肉一起煮在里面，但它这个肉真的还蛮多的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买那个？无名。早茶店上面有一个寺庙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日子，人还蛮多的。你好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它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什么寓意呀？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寓意，我不知道的吗？你也不知道。刚才问了一下寺庙的工作人员，说是1年1次的3月3春季朝拜。太命痛，我在小孩一边写出三行书来，三边写已叫阮走。这个寺庙居然刻有《道德经》哎。刚从罗阳过了一座桥，就发现东江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小区，高层洋房这些都有。小区房龄最早的2013年就在东江边一线的江景房，去老城的话也很近。这是小区底上的中介挂的房源，在网上也看了一下，近期的成交均价的话都是在5000以内的。我现在来到了县城旁边的一个小村庄，他们房子和其他的那种农村的房子的话有点不一样，每一栋修的占地面积都很大，方方正正的，都有自己的围墙给它分隔开来，不像我们那边的农村的话，就是每一户都是敞开着的，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边界。太吓人了。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到达东江，哇，那里好多钓鱼佬。你们是要的花生油吗？是啊，我们卖花生油。这有的炸好很多。有炸好的。看一下。可以了。你们就是这里的人吗？是啊，这是我家呀，我一排房子都是我的。我们就住最里面那间新的，这个以前是我老公是维修的，后面就
他没做了修船啊，抽沙那个船，他是做那个的，后面没有沙抽，就没做，后面就租给人家，后面那个人也不租，我老公现在又没事做了，他修那个都没得修了，又没事做，那个也不修，我就叫他搞来榨油了。那你不是现在找人都那么难是不是？那榨点油在家里面又不用房租，你赚多赚少，几千块一个月赚得到吧？是不是？这房子都是有宅基地的吧？我们这些是以前，就是现在我住最里面那栋啊，是他那个村委搞来做粮仓的。他做粮仓很早以前的时候啊，还是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来做粮仓的。后面我家公说没房子住，跟村委买的。我们就是这个地，就是村委卖给我们的，就有单的。他现在好多钱，下面那些就没有了。买的话，应该也只有本村的人可以买吧？现在没有人买了，买了你也不好建，他现在也建不到了，要一户一宅，就是说一个户口本就一栋房子。你看到现在我们这里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最大，里面就是马路对面那些的人的房子，他前面建了房子，后面就是前面就很小的，可能有一些人一开门就是这里到这里的那么宽了啊。哦，这里是2间、3间雅房，是我家婆他们跟那个村委买的。就是好好，谢谢。那我家就是这样的。哇，空间真的蛮大的，格局很方正啊，蛮有设计感的。你们是自己找人设计的吗？还是？这个是我老公自己搞的，吃错了应该要吃那个像东莞那种啊，人家来租的那种，我自己住1层，下面3层来租的那种就好。好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哦。我现在呢，就是在博罗这边的一个古村落。这里的房屋是典型的岭南传统风格，青砖灰瓦，霍尔山墙。这里的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，房屋的排列也很整齐。以前呢，城市的祖先就是从河南迁过来的，所以这里不单单是某一种风格，而是广府和客家相交融的。司马地大屋，这个房子已经荒废了。这房子现在已经没人修缮了。可以看到以前它这个房子的布局。村里的话也有保存得比较好的建筑，这个就是明清时期的富商陈百万的宅院，它是典型的中轴线对称的格局，占地面积差不多有2000多平。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门庭有多高。进门就是木雕屏风，前厅进来就是一个天井，前面是中堂，后面是后宅，两侧呢就是延伸出去的横屋。据说横屋呢也是有讲究的，一般长子的话就是住在东边，次子的话就是住在西边。哇，这门前有很漂亮的三角梅，花好漂亮啊！就几十年了。你们姓什么？姓秦的。哦，这边姓陈的很多哎。秦的，这个村庄就姓秦的。哦，那个公祠的话，就是陈家公祠吗？是是是。
广州那个陈家沟其实是这里混来的嘛，广州啊，广州的陈家祠嘛，就是混来这里咯，有门堂的，这个牌呀。住在这里的人有点少了哈。这里那个村庄有1600多人。现在吗？现在全部出来公路去嘛，以前的全部人都走掉，这个老人在这里去的，现在那个王子不光片那老人啊，300岁80岁多了。80多啦。4、5年嘛，4、5年出世了嘛。4、5年。嗰度行到講79年開始做生意，79年開始做生意喎，79年開始做，80年開始啦，79年做生意，我開了一個廠了嘛，加工廠了嘛，現在都破產了，沒做了，搬來這裡。哦，還是有蠻多經歷的。我走了很多地方啦，湖北啦。湖北中場拉那個挖山啊，嗰啲挖山啊，到處都拉來回家，菊花茶幾百萬一年做，很多啦，做生意以前的要上千萬生意一年的。哦。上千萬啊，還有80幾年快上千萬生意一年，破產了，90年就破產了。那你們這個燒柴的？燒柴的，那你們水沖涼。吃飯的話不用。吃飯嗰包用天然包，你走一下嘛，走一下還幾百年了吧，以前那個韓國人。真的很有歷史了，就。你走一通不吧，通到去了這裡可能我們就走到那邊去，走到那邊不吧。这里是博罗西部背靠罗浮山的一个镇区长宁。在这边定居吗？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边定居啊？岛官？机缘巧合嘛。机缘巧合。就是说这边其实生活的话还是蛮舒服的。对，也不说县城，县城不算乡镇吧。没什么生活压力的。10块钱一盒。很好吃的，可以尝一块哈。好。这个什么，这个宽的也可以尝，那个湿的也可以尝的哈。这个豆腐花真的好嫩啊，而且就是超级便宜，才2块钱。刚刚买了2斤花，也是2块钱一个。这个小米椒甜花，2块，2块钱斤。2块钱，这里甜的，有甜的，米椒里的。新疆去这是好，是自己家种的。